我们如果說讓這些車輛跑得快一點的話，我們可以放一個養護站，比如說這個堆雪場。堆雪場會派出鏟雪車清理被大雪阻斷的街道，但這個堆雪場呢，它有100的噪音污染，我們靠近居民區太近的話，居民會生病的。放在上下左右中間的空地都不可以，只能讓它去工業區了，讓它來這兒。OK， 把它放在一個不礙事的地方。堆雪場放置了以後啊，檢查一下，它可以出動10輛鏟雪車，已填滿0%。哎，這個玩意兒還可以填滿，怎麼不出車呀？把遊戲加速一下啊！可能是我們的道路現在它沒有被這個大雪給阻斷。我們再檢查一下啊，旁邊還有一個建築叫道路養護站。這個道路養護站呢，他們在我們的城市各處修繕道路，使車輛能夠在道路上開得更快。然後把它放在旁邊的這個小格子裡。有一點衝突，放在這兒吧。這個沒有噪音污染，我們可以把它靠近居民區一點。再檢查一下，它會出車嗎？它已經出動了6輛汽車、7輛汽車，好像它唯一的用處就是使我們這個城市的車輛變得更多，然後讓城市變得更堵。這樣想應該是沒有毛病的。來吧，我們把這個高速入口的位置啊稍微裝飾一下。既然作為一片工業區，就讓它徹底變成工業區的樣子。中間的空地呢，我們安排幾個鏟雪的家伙，就是這個，放3個就行了。偽裝一下，這是一個施工的現場，是吧？然後在旁邊呢，我們可以再增加幾個垃圾堆一樣的東西，這幾個位置都可以填滿。你像這些材料，其實我們不管選取哪個顏色，它可能放置下來以後都變成了一堆雪，可能跟我們地圖的主題也有一部分的關係。就這樣把它填到中間的空隙裡。這個位置我們再換一點建築，比如說呢，這個塔吊我們把它稍微旋轉一點，放在這兒。然後這個位置也來一點。最中間不能蓋房子的位置，我們放一些稍微大一點的垃圾材料。哎，這個雪地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在上方加一些貼紙什麼的。比如這樣，好像不太明顯啊。什麼叫不太明顯？這簡直太不明顯了。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，前方還是有點錯亂。這是我們不平整地形的一個好處。這些工業區呢，有的建築在高處，有的在低處，擺放的位置呢也稍微錯亂一點。來吧，再去前方把這個居民區給蓋一下吧。高密度的住宅區呢，直接放在這兒。哎，我去，左邊蓋不起來了。那我們把這些房子的水電呢也連接一下，附帶供暖管的水管。來，我們再看一下地上的村民啊，為什麼大家都在步行啊？難道你們沒有交通工具嗎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，這村民開車他不是一句話都能夠代替的呀，大哥。最起碼得有一輛車，這樣才對。而且這裡還有一個狗熊。在建設的初期呢，我在中間留了幾片隔離地。這幾個隔離地呢，本來是為他們建造公園的。然後呢，我突然發現我們其實是有一些現成的公園的。直接切換到大型，大型裡面有一個雪橇山區。哎，其實這個建築挺漂亮的。你看，我先隨便放置一下，給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哎，可以，這個倒是挺好玩的。旁邊還自帶了有一部分停車場，然後呢，我打算在裡面做一個稍大型一點的，從旁邊起一條路線。這個位置先修建一點停車場，這個停車場可以容納的汽車是不少的。然後呢，把這個道路進行延伸啊，沿在這兒。後方呢，我們就可以繼續來做一些娛樂的設施了，把這條道路可以做一個不規則。OK， 增加不同的幾個入口。然後呢，我們再打開這個公園的選項啊。剛才有一部分小型的建築，我們可以在後期去填縫。現在把大型的建築呢，先這樣放置。溜冰場的話放在這兒。這個溜冰花園倒是挺漂亮的。然後其他的空地呢，我們現在可以隨意的填滿了。
再來一點小型的，小型的有雪人公園、冰雕公園、滑雪小屋。因为我們這個村莊前期沒有建設停車場，所以現在基本上這個停車場是停滿的一個狀態。我們還需要在附近為他們街區修建一些停車位的。接下來的話，我們找到這個立體的停車場啊，就在附近的路邊，我們可以多放置幾個。OK， 現在沒有問題了。前面蓋房子呢是為了解鎖更高的樓，然後現在我們把村莊已經做成這個樣子了。我發現這個地圖是不太適合造景的，我們現在開始往大都市發展。首先找到這條 CSUR， 然後呢我們選取一條4車道公路，再把它抬起來，從這個位置開始吧。作為城市快速路呢，這是我們城市的第一條高架。我去旁邊的地皮沒有買啊，沒有買的話我們只能從這兒開始。還好這條道路是黑色的，要不然大家看着雪茫茫的一片。我都準備去換主題了。然後來到這個位置以後啊，這裡準備放一部分高樓，我們需要在這兒放一個立交了。路面我就先暫時不平整了。有的時候这個遊戲的道路和高樓比例不是太準確。作為城市的第一批寫字樓，我們應該把寫字樓放在快速路的附近。先把它這樣連接。找到這個辦公區，然後我們框選一下。這個位置全部蓋寫字樓。目前這個城市還沒有這麼高的房子。簡單的做了幾個環城高速啊，現在我們村莊裡的車輛呢，它有了更加快捷的路線，同時也連接了我們城市自帶的一些高速。由於剛才不停的在修路，所以我沒有解說，這樣可以建造的稍微快一點。再看一下下一個入口，在這兒。某一些位置也掏了一些隧道。然後我們在中間隨便蓋一點房子，再增加一點人口。今天就這樣了，太累了。